如果你最近在关注美股科技赛道，大概率会被两种完全相反的声音裹在中间。一边说 SpaceX 是人类太空时代的基建商，垄断地位比英伟达还稳固，现在的股价就是10年前的特斯拉，错过就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另一边说它就是靠马斯克人设撑起来的资本泡沫，上市即巅峰，接下来解禁潮一开，股价还要再下一个台阶。很多人拿着资金在观望，既怕踏空一场史诗级的产业红利，又怕接盘在半山腰被多空双方来回收割。可很少有人真的沉下心去拆，华尔街260亿美元的做空资金压在上面，真正赌的是什么逻辑？接近30%的流通股被做空，为什么我反而不觉得会出现逼空行情？即将到来的首份财报和千亿解禁潮，又会把股价推向哪个方向？把这些问题拆透，你再看这只股票，就不会只被新闻标题和市场情绪牵着走。欢迎来到逻辑冷静，我是小罗。这里不追热点喊单，只用产业数据、财报线索和供应链变化，拆解美股科技与 AI 产业链的真实逻辑。先给你一组最直观的市场现状。这只被无数人寄予厚望的明星股票，从上市后的高点到现在，股价已经接近腰斩，甚至一度跌破了发行价。放在半年前，几乎没人敢相信这个画面。毕竟在上市之前，一级市场给它的估值一路水涨船高，几乎所有机构都默认它会是下一个冲击万亿市值的科技巨头。我先提醒你，这里最容易看错的地方就是把股价下跌简单归因为公司不行了。事实上，这段时间它的火箭发射频率还在稳步提升，星链的全球用户数还在持续增长，新建的试飞迭代也在按计划推进。基本面没有出现颠覆性的坏消息，股价却跌了将近一半，这背后真正的变量从来都不是公司变差了，而是资本市场的定价逻辑变了。最先被市场拿出来反复讨论的就是空前的做空力量。根据公开的市场统计数据，目前针对这只股票的做空资金规模已经达到260亿美元，流通股的做空比例超过了30%。作为对比，当前特斯拉的做空比例大概只有3%左右。换句话说，每3股在市场上自由流通的股票，就有1股是被投资者借来做空的。你如果只看这个数字，第一反应可能是空头这么嚣张，会不会来一场散户抱团的逼空大战，就像当年的游戏驿站那样，把华尔街空头全部打爆？我先不急着说结论，因为真正的问题在后面。你得先搞懂空头为什么敢在这么一家自带光环的明星公司身上下这么重的注。空头的第一层核心逻辑是即将到来的股票解禁潮。一家公司刚上市的时候，真正能在2级市场自由交易的股份只是很小一部分，大部分早期投资者、员工持股、机构投资方的股份都有锁定期，不能随意卖出套现，等锁定期陆续结束，这些股份就会逐步进入流通市场，相当于市场上的股票供给量会在短时间内大幅增加。而这一次解禁的股份规模换算成当前市值接近1000亿美元级别。你可以换个更通俗的角度想，如果市场上愿意买入的资金没有明显增加，可卖的股票却突然多了一大截，股价会面临什么样的压力？更关键的是，这些早期投资者的持股成本远比现在的股价要低得多。对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来说，哪怕股价再跌一半，卖出依然是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投资收益。这种情况下，解禁带来的抛压动力是非常强的。我见过很多散户会刻意忽略这一点，只盯着眼前的流通盘算做空比例，觉得空头将来平仓的时候会买不到股票，进而引发逼空。可一旦解禁期过去，流通盘瞬间放大好几倍，原本的供需关系就会彻底改写。这一步如果看不懂，后面判断逼空的概率就会全部变形。而且市场从来都是炒预期，不等真正解禁，资金就会提前把解禁的压力算进当前的股价里。空头的第二层逻辑是盈利兑现的时间点存在巨大不确定性。这家公司讲的产业故事非常宏大，可回收火箭持续降低太空发射成本，星链构建覆盖全球的卫星互联网，星舰实现跨行星的大规模运输，甚至还有太空 AI 数据中心的远期愿景。这些故事每一个单独拿出来都足以支撑一家1000亿级公司的估值。但故事再动听，资本市场最终要落地的是真金白银的利润。到目前为止，公司的核心业务依然处于高投入的扩张阶段。
火箭回收技术要持续迭代升级，星链要不断发射新的卫星补充和扩展星座，星舰的研发更是公认的烧钱无底洞。收入确实在增长，但研发和产能投入增长得更快。市场之前愿意给极高的估值，是相信它未来会形成技术垄断，收割整个太空产业的利润。可现在投资者开始算细账，这个盈利拐点到底什么时候来？当前的股价是不是已经把未来10年的完美增长都提前算进价格里了？市场喜欢把复杂问题压缩成一句口号，但钱从来不是按口号流动的。当全球流动性环境发生变化，投资者开始更看重短期的盈利确定性时，那些只靠远期愿景支撑的高估值就会面临回调的压力。这不是公司本身不优秀，而是市场定价和产业基本面之间出现了阶段性的错位。讲到这里，真正的分水岭就出现了。很多人看到30%的高空头比例和持续下跌的股价，就立刻联想到逼空行情，觉得散户可以联手打爆空头，复刻当年游戏驿站的传奇。但我自己的看法是，拿游戏驿站的逻辑套在这只股票身上，本质上是把情绪驱动的短期博弈套在了一个重资产长周期的科技公司身上。两者的底层逻辑完全不一样。当年游戏驿站能走出史诗级的逼空行情，核心前提是公司本身的流通盘规模很小，叠加基本面有反转预期，散户又在社交平台上形成了高度一致的行动。但 SpaceX 完全不同。首先，它的市值体量太大了，1000亿级别的公司靠零散的散户资金根本撬动不了整个盘面。其次就是刚才说的解禁潮。天量的股份随时可以进入市场，空头想要平仓的时候根本不愁买不到股票，自然也就不会出现抢筹推高股价的逼空效应。还有一点很容易被忽略，游戏驿站当年的做空比例更高，而且很多是过度做空，甚至出现了大量裸卖空的情况，本身就存在非理性的成分。而现在这只股票的做空比例虽然高，但更多是机构基于解禁预期和盈利节奏做出的正常对冲，不是失去理智的疯狂做空。这种情况下，想要靠情绪推动复刻逼空传奇，概率其实非常低。我提醒你注意这个点，不是要全盘否定多头的逻辑，而是不想你被逼空暴富的情绪带着走。投资里最危险的从来都不是看错了基本面，而是用一个听起来很热血、很有爽感的故事，代替了对真实供需关系的冷静判断。如果你习惯这种拆穿市场叙事、回归真实逻辑的分析方式，不妨订阅一下频道。后面我会持续跟踪太空产业链的公司动态，从卫星制造到发射成本，从下游应用到商业变现，一步步拆开这个赛道的真实机会和风险。不会只停留在表面的股价涨跌上。聊完了空头的逻辑和逼空的认知误区，我们再站在多头的角度，看看这家公司真正的护城河到底在哪里。毕竟能让华尔街如此分歧，一边疯狂做空，一边有大量资金坚定长期持有，肯定不是只靠马斯克的个人名气。第一个核心壁垒是可回收火箭带来的绝对成本优势。太空发射这件事儿，过去几十年成本都居高不下，根本原因就是火箭用一次就报废，相当于每发射一次就要扔掉一枚造价几亿甚至几十亿的火箭。而这家公司把火箭回收做到了稳定的商业化落地，一枚火箭可以重复使用10几次甚至更多，直接把单位发射成本打下来一个数量级。你别小看这个成本优势，它带来的是整个行业的规则改写。当发射成本足够低的时候，很多过去不划算的太空商业项目都会变得有利可图。比如星链的巨型卫星星座，要是用传统的一次性火箭发射，成本会高到根本无法落地。而现在它可以用自己的火箭低成本、高频次的发射卫星，快速完成全球组网。这种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优势是其他竞争对手短时间内根本追不上的。而且火箭回收不只是把火箭接回来这么简单，还要控制检修成本，提高复用次数，保证发射可靠性，这些都需要大量的工程迭代和数据积累，不是光靠砸钱就能短时间抹平差距的。第二个壁垒是星链的网络效应和先发资源优势。卫星互联网这件事，近地轨道的轨道资源和频谱资源都是有限的，本质上是先到先得。现在星链已经发射了几千颗卫星，覆盖了全球大部分地区，个人用户和行业客户的数量都在快速增长。
等它的完整星座全部建成，后续的竞争对手想要再进来，不仅要投入天量的资金发射卫星，还要面对已经占据用户心智和市场份额的先行者，难度会非常大。更关键的是，星链的想象空间远不止给普通家庭提供上网服务，它还可以切入航空、航海、偏远地区、基建、政府应急、军方通信等多个高价值场景。这些场景对网络的稳定性和全球覆盖能力要求极高，地面光纤网络根本覆盖不到，卫星互联网几乎是唯一的解决方案。一旦这些大客户的合作稳定下来，就会形成非常持续且高粘性的现金流。第三个，长期想象空间是星舰带来的下一代太空基础设施能力。如果星舰最终实现完全可重复使用，并且运载能力达到设计目标，那人类进入太空的单位成本会再一次被大幅压低。到那个时候，太空旅游、太空制造、太空采矿，甚至月球基地、火星移民，这些过去只存在于科幻作品里的场景，都会一步步走向商业化落地。而这家公司很可能会成为整个太空时代最核心的基建提供商。就像互联网时代的基础运营商， AI 时代的高端芯片厂商，谁掌握了产业的基础设施入口，谁就拥有整个产业链的核心定价权。这也是很多长期投资者愿意坚守的核心原因。他们赌的不是下一个季度的财报好坏，而是未来几十年人类太空产业的发展红利。这些技术壁垒和产业愿景都不是假的，但聊到这里，我还是想抛出一个很多人不愿意面对的问题：伟大的技术就一定等于伟大的投资吗？我见过太多真正改变世界的技术，最后却没有给早期投资者带来对应的回报，因为技术突破只是第一步，从技术突破到大规模商业落地，再到稳定持续盈利，中间隔着很长的路，也隔着无数的风险和变数。比如当年的互联网泡沫，很多公司确实代表了未来的产业方向，但估值泡沫破裂的时候，股价照样跌掉80%-90%，不少公司甚至没能等到盈利兑现的那一天，放在这家公司身上也是一样的道理。火箭回收技术很厉害，星链的长期前景很好，星舰的想象空间足够大，但这些都需要持续不断的巨额资金投入。如果盈利拐点来得比市场预期晚很多，如果研发过程中出现重大的技术挫折，如果竞争对手突然实现了技术路线超车，那当前的估值就会面临非常大的重新定价压力。华尔街最擅长把复杂变化包装成一句简单的口号，要么是下一个万亿巨头闭眼买，要么是巨大泡沫即将破裂，赶紧跑。但我们要拆的从来都不是口号本身，而是口号背后的利益分配，是真实的产业进度，是估值和基本面的匹配程度。既不能因为技术信仰就忽略所有风险，也不能因为短期股价下跌就全盘否定公司的长期价值。说到这里，我们再回到当前的盘面本身，看看技术面上有哪些值得观察的信号。目前股价在110美元附近进入了横盘整理的阶段，这个位置刚好是上市之后的低位区间。横盘整理本身没有明确的多空指向，它代表的是市场在当前位置暂时达成了平衡。多头觉得这个价格有长期配置价值，愿意进场承接；空头也觉得继续往下砸的空间有限，暂时没有继续加码的动力。我自己的观察是，这个横盘区间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接下来的2个关键催化剂会最终打破这个平衡。第一个就是8月4日的上市后首份季度财报，第二个就是陆续到来的股票解禁潮。如果财报里星链的收入增长超预期，同时研发费用的控制比市场预想的更好，那股价很可能会借着业绩的契机向上突破。反之，如果财报数据不及市场预期，再叠加解禁带来的抛压，那当前的横盘支撑区间就有被跌破的可能。当然，这只是基于当前公开信息的一个观察角度，不能直接等同于投资结论。短期股价的波动受太多因素影响，大盘整体环境、行业资金情绪、突发的技术消息都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走势。比起预测明天涨还是跌，更重要的是想清楚自己的投资周期，你是来做短期的多空博弈，还是来压住长期的产业趋势？不同的投资周期对应的判断标准和操作策略本来就应该完全不一样。如果你认同这种不跟风、不喊单、只回归产业和商业本质的分析思路，欢迎订阅逻辑冷静。
我会持续追踪美股科技和 AI 产业链的核心公司，用财报和真实数据拆解背后的商业逻辑，帮你在嘈杂的市场情绪里看清真正的产业主线。最后也想问问你，你觉得 SpaceX 这轮多空大战最终会是看重盈利和解禁压力的现实主义获胜，还是相信长期产业价值的信仰派胜出？评论区可以留下你的判断和理由。以上内容仅为个人观察与产业逻辑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市场有风险，每个人的资金情况、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周期都不相同。真正做决策之前，还是要回到自己的研究体系和判断标准里来。